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我们来修两张蓝宝石的5700，这两张卡都是二修卡。上一家用贴纸在上面标注了故障现象，这一张是没有核心供链，这一张的故障是小概率能够点亮，刷过 BIOS。我们先来修这一张没有核心供链的，看一下能不能成功拿下。龙上链之前，我们按照国际惯例，首先来测量一下重要的电压和信号对地值是否正常。12伏对地值正常， 3.3 伏对地值正常，时钟信号对地值正常，复位信号对地值正常，外置12伏对地值正常，另外一边的外置12伏对地值正常。下面我们拆开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拆开之后继续测量，5伏对地值正常， 1.8 伏对地值正常， 0.75 伏对地值正常，核心供链对地值为0，这个也是正常的。 VDDCR SOC 对地值为2，正常。显层的 VPP 供链对地值正常，显层供链对地值正常， VDDCI 对地值正常，说明这张卡没有明显的短路，应该有修好的希望。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外观，发现核心供链的主控电源芯片被换过，这边的 DRMOS 有一部分也被换过，反面的4颗协控芯片已经换了3颗。我又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了一下，这颗芯片焊接的还不错，这一边有一个暗点，我发现是光线的问题啊。我又观察了一下 DRMOS， 这一颗被换过，这一颗被换过，这一颗也被换过，这一颗协控芯片也被换过，这一颗协控芯片都被换过，但是焊接的好像没有什么毛病啊。下面我们按照上链时序来测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。5伏正常， 1.8 伏输出为0。我去，这不是要捡漏吗？我们打开电路图，通过电路图查询可以看到 1.8 伏是由 U4515 来控制产生的。我们查一下这颗芯片的工作条件。首先测量输入电压是否正常，12伏正常。再来测量开启信号是否正常，开启信号为0。通过电路图查询 1.8 伏的开启信号是受 Q1000 来控制的。我跑了一下电路啊，发现 Q1000 对应的是这一颗6角的 MOS 管，我们直接把它拆掉。上链 1.8 伏已经正常了，核心供链输出还是为0，看来这张卡不止一个故障啊。VDDCR SOC 0.9 伏是正常的。我们来测量一下核心供链的输出端有没有对地短路。将稳压电源的电压调到1伏，负极接地，正极接入核心供链的输出端，电流只有 0.8 安。通过这个测试，说明核心供链没有对地短路。我想了一下，核心供链以及 VDDCR SOC 都是受这颗主控电源芯片来控制的。现在 VDDCR SOC 电压是正常的，说明主控重要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查找35217输出的 PWM 信号有没有去控制 DRMOS 导通。为了能够快速的锁定故障，我们用英飞凌的编程器来读取一下35217的工作状态。我们通过芯片上面的 SMB 总线来与英飞凌的编程器进行通讯。为了方便焊接，35217的 SMB 总线是与 J4003 相通的，这个地方就是 J4003 的端口，编程器我已经连接好了。这里的 USB 图标变成绿色，说明连接成功。搜索芯片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出来了2路电压，第一路电压输出为0，第二路电压输出 0.9， 这与我们刚刚的测试也是相符的。我们将鼠标放在第一个电压的位置，现在提示偏取，说明输出的相位有错误。通过这里可以看到是第3个相位在报错，第3个相位对应的是 PWM3， 也就是芯片的第3视角。PWM3 输出电压为 1.6， 这个是不正常的，正常应该是 0.38 左右。我在测量的时候发现第3视角的 C 点有点不饱满啊，我又用显微镜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个角有点异常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个角已经断掉了，旁边的这个角已经歪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焊盘，这只引脚明显的比别的引脚要少一点 C。我们找一颗全新的35217给它焊上去。上链还是没有核心供链输出， VDDCR SOC 输出也为0了，这不是越修越坏吗？这个时候不要慌，
我们再往这个新的芯片里面写入程序就可以了。再次打开这个软件，这里的 USB 图标为绿色，说明连接成功。再点击编程，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可以勾选了。检查程序，写入程序，这里为灰色，代表程序写入成功。再来测量电压 0.9 伏已经正常了。VDCI SOC 也是 0.9 伏，显成功率 1.35 伏 ，VDCI 0.9 伏，电压全部出来了。下面我们把它拼起来，看一下能不能点亮。我已经把它拼起来了，开机。屏幕成功点亮。所以英飞凌的这种电源管理芯片内部是带有程序的，我们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写入对应的程序。好吧，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里，如果需要系统化学习可以私信我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